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30号星期日，今天轻松跑，今天穿了双新鞋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试试这双鞋磨不磨脚，会不会有之前有小伙伴提醒过，这双鞋可能跟某双鞋比较像，我如果那双鞋磨，这双鞋也磨的情况。现在已经跑了快6公里，还没有问题。当时磨脚那双鞋这时候已经磨了，看看今天的日出。怎么样？昨天阴天下雨，今天晴天了，而且今天片尾应该有彩蛋啊！今天片尾去昨天进的那家烘焙店，去吃个早饭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是哪双鞋，是一双偏硬的感觉的鞋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聊它，因为第一次穿要试一试。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？聊一个本来计划在无锡马拉松复盘的节目中说，但是呢我觉得复盘马拉松就只说马拉松吧。今天咱们说赛道上的开心的事情和有点闹心的事情，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经历，就从进的无锡马拉松说起。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，就是赛道上总体来看，开心的事情是更多的，而且呢，大多数时候赛道上开心的事情可能是，比方说对您来说觉得开心的事情是您给别人带来的开心，自己也开心。就比方说，像这次赛道上，23公里左右，就快到那个折返，那条路其实是挺艰难的，因为那条路挺宽，距离路边的观众特远，然后呢特别晒，那个距离又是第一个小的开始累的距离，所以大家都挺难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不是我的目标赛事，我跑得慢，就对我来说我跑得慢。这样的话，我周围的小伙伴们可能都是，目标250，那个时候呢，勉强是250以内的时间，大家都很拼。过了半程，赛道上有那个可食用冰，那冰袋，然后我就拿了一袋，本来说自己用，后来塞了2块在臂套里，然后就准备扔，然后跟边上一兄弟说：“兄弟，我要扔一下，别砸着你。”然后刚扔出去，兄弟那种渴望的眼神，我看出他挺难的。这在视频里有。我说：“哎呦，我说我扔太快了，没反应过来你要用。”当时我手里拿了2块，我说：“这2块给你。”他接过来，我觉得不管有没有用吧，对他来说，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个事儿。然后之后，家属在24公里那拍完我之后，我又跑回去，对，那会儿还多跑了好多呢。等我从路那头跑到路这头，然后我又拿了一袋冰，然后又给了那个好像不是那位兄弟，是另外一位，看着也挺艰难的。我说：“兄弟，我这没用了，要冰吗？”因为当时好像拿冰的话得是在马路那边，它不是水站的那个冰，好像是医疗站的，正好我不是跑过来嘛，就赶上了。就这种你特别开心。还有就是，有的时候在水站，我看到前面的小伙伴想拿水，但是呢他又担心自己不够快，因为感觉他已经掉速了。然后我就喊我说：“兄弟拿。”然后我就慢一点，或者我就闪出去。当然我也不敢一下慢太慢，因为怕挡后边的人，就我帮他挡一下。然后还有最后那个40来公里的时候，那位叫陈丽琴，对吧？那位女性精英。为什么拍她呢？是因为我在她后面跑的时候，我听到特别艰难的，就是跟那个老跟大家开玩笑，那位啊哥，就是已经不是喘了，已经是喊了，就一步啊一下，一步啊一下，很艰难很艰难。有一位男选手在带着他，
但是其实这时候男选手也无能为力，就只能陪伴吧。然后我当时这么想的，像一般我在赛场上快不行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跟我说个话，或者有人拍拍我，就拍摄的拍，我呢会找回一点状态，就是肾上腺素会分泌。我想他会不会有可能也这样，我就开机。果然我一拍他的时候，感觉他的面色好了一些，也不再有你们在视频里也看到，也没有那喊叫的声音了，他还能跑得一样快。就是人有时候需要激这么一下，然后再给他喊个加油。然后同时呢，我还会注意，我不会突然的加速就往前，因为这种人家会觉得啊，你还能跑，为什么我不行了？就这些都是我觉得赛道上特别开心的事儿。就有的时候你为别人考虑，不一定真的实现了，也不一定真的做了，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别人都没感受到，但是呢，这个考虑的过程会让你觉得，哎，我好像还是个不错的人。像刚起跑，刚拐完第一个左转，有观众过来，就想握个手，我也想跟他握个手，赶紧看一下后边有没有人，千万别给人一下挡那一个关门。就这种小细节，只要你想了，有时候我们不可能说什么时候做到很完美。比方说这次无锡行，参加活动认识朋友，有的时候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。比方说都过去1天了，突然想起来人家帮忙的事情，或者人家介绍的活动忘了感谢人家，这些肯定是有的。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只要心里头是心存善念的，大家都能感受到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完好的，他也有不好的。昨天直播就说最闹心的就是一开始5公里那水站，有一位兄弟大喊着骂着就冲过来了，就是还没人挡他呢，就开始跟那骂。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说，反正就那一个字的，就不停的连着说。然后呢，大部分人不理他，也有跟他回怼的。我看到了田宫先生，还有在吗？就这种就有待商榷。我觉得，首先，跑成绩，我也跑过成绩，我也知道被就是跑不开，或者说有时候被阻挡一下是很沮丧的。但是反过来你想，大多数时候不差这一点儿，如果真差这一点儿，那是命运的安排，你不可左右的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，5公里的时候，当时整体的我那个方阵那前后左右的人们，整体的平均配速大概是3分50到3分54之间，好像是。大家其实都不慢的。那你说拿水，第一个5公里那水站路挺窄的，而且呢会被前面精英选手那个水站有一些小误导，因为先看到精英选手的水站是在路右侧，就我们跑步方向的右侧，然后最后真实的普通人的水站是左侧，大家看到的时候就整体的会从右往左移。那这个过程势必就跟堵车一样，势必会有一点降速的。大家对您没必要说骂着就冲过来，就好像谁都欠你似的。我觉得这个不对，这到哪儿说我都觉得不对。他以什么目的都是不对的。就是你看精英选手在前排起跑，大家有时候可以去看看马拉松比赛起跑的瞬间，你放慢了看，大家是有竞争的，有互相推搡。但是那个叫竞争，那是竞技比赛。就算那么竞争，你也不能骂人家。还有就是，不是这次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有的时候，每个人参加一场比赛，是不是目标赛事，您自己心里是有明确的目标的。那如果这不是您的目标赛事的话，就可以考虑给后边的小伙伴们多一些空间。怎么多呢？就尽量别变道，
还有就是尽量不跑到最边上，因为大多数人超人会选择路的一边。你看我的大阪马拉松，这些都是。然后最右边这边是最右边，大多数都是往前超的人。还有就是别关门，就别跟其他人突然一下就关上了。有的时候像这次无锡有人要超，我感觉到的时候，我说兄弟走，我不动，他就明白。但是我也遇到过那种闹心的，就是2020年那次无锡，那次我是目标赛事，因为那时候也跟这次情况差不太多，在国内没成绩，那时候在国外也没成绩，在 B 区起跑，我想跑一个好成绩，因为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比赛破3，一开始很快。那时候我超人，对，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想超过别人的时候，你说句不好意思、借过或者抱歉都可以，但不耽误事儿。就是赛场上你说一句话不会慢多少。你看我这不一直说话吗？我238那场比赛不也在说话吗？对吧？就过去了。但是也有那种诚心恶心你的，就是说那跑第1名啊，或者怎么着啊那种。有时候人情绪不好或者失控，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。而且这么说，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。你赶一个脾气暴的大哥回来打你一顿，怎么办？对吧？往往愿意逞这种口舌之快的，手上一般都没什么能耐，很可能就出现冲突。没准您还是那个受伤的一方，得不偿失。就成就别人，才是成就自己。我觉得，或许我可能也是一个那种相对讨好型人格的人，有人不是的。就这次我有一个特别恰当的比喻，我跟家属聊天，我说这次遇到过一些不开心的事儿，而这些人往往有一个特点，就包括公共场合，大声公放、外放短视频的，还有什么的。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总以为他还是他妈妈的那个小宝宝。因为小孩子有时候搞恶作剧，看着大人们笑，他觉得开心。他是这么个性格。我觉得，就我们不可能避免，但是，就这次特别逗。这次，比方说，你有时候不可避免的人多并排的时候会有摆臂的时候会有一些碰撞。或者怎么样，我都跟人说对不起。有的小伙伴很善意的一笑，有的小伙伴明显一愣，因为他可能真的没有人这么跟他说过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我们每天耳边充斥的都是你好、谢谢、对不起、再见，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更好的氛围。不成熟的观点可能太过理想化。大阪这儿气温还很低，个位数。就那上边那个楼，那楼里现在是柯南的快闪的店，卖那个纪念品的，一般都是在剧场版上映之前一直开到夏天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带大家来看看，我在大阪城城楼底下，就是这个建筑。哎，这早上起来在各种的健身活动。哎，它晚上也挺好看的，它有一个顶层的餐厅，这个餐厅是有晚餐，还有白天的下午茶什么的。就这个，哎，2025年3月7号到8月31号，大阪城本镇2025 Special Shop， 早上9点到晚上5点半，就是卖柯南的周边，然后会有今年剧场版的元素。今年剧场版是长野县的故事。然后还有那个柯南的主题的咖啡，可能有那种拉花的或者是什么的。我们每年都来了2次了。这儿特别逗，这儿是就是大阪城的早操会，在这儿就这个，有人放音乐，有人做操，就是集体的早操。然后这个是上一次大阪世博会70年代的时候埋的一个时间胶囊。哎，
Time Capsule， 1970年的时候。行，走。嘿，小伙伴们，3月30号星期日清晨，也就7点37了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常规训练。这是赛后的第一个很常规的训练。看我们来哪儿了？看看啊，昨天进来的这家咖啡店、烘焙店，家属也来了，跑步过来的，喝个咖啡。他们家比大半程那家贵一点，但是精致一就是烘焙的东西多一些。不过他家没有早餐套餐，只能买他那些烘焙台上那些东西。看，三明治看着很带劲啊！还有一个这个，然后10斤2杯咖啡。他家咖啡在这边不算很便宜，360一杯。今天21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0多，就当是赛后的第一个中长距离的恢复。其实昨天是个强度课，然后这个周期要多练一些，因为明天周一，后天周二，然后就是周三。对，周三是我第5个训练日，但是因为是合练的准备，要合练一下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赛道上这些事儿。我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开心的去参赛。开心参赛，其实一方面是自己高兴，第二方面，让别人开心也是能让自己开心的一种方法吧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